林婉清，咱俩离婚吧。好。装什么淡定？吓傻了？既然离婚是你提的，我没必要拦着。看来你还不算太蠢。你12年没上过1天班，没为这个家挣过1分钱，你就是个吃白饭的。离开我，你连活下去都难。这张卡里有200万，算是我对你12年的施舍。拿着钱滚出这个家，女儿笑笑归我。沈志行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结婚12年，老公年薪从1年几十万涨到了520万，而我从以前办公室里干练的女白领，变成了围着锅台打转的家庭主妇。在开会，走不开，你照顾好念念。在外人眼里，我们就是别人嘴里的模范夫妻，看上去体面又风光。只有我知道我们的婚姻走到尽头了。不然你还想要多少？你做的那些家务，找个保姆1个月8000块顶顶了。12年，我给你200万，已经仁至义尽。保姆可以下班请假，我不能。保姆有工资，有社保，有假期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钱我1分不要，婚我跟你离，但是女儿笑笑抚养权必须是我。抚养权就凭你，林婉清，你别做梦。我年薪500万，你是个无业主妇，你拿什么跟我抢？明天我会带着笑笑搬出去。我看你们搬去哪儿？沈志行，你会后悔的。这一天我等了3年了。我听说你要跟我儿子离婚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我们沈家供你吃供你穿12年，你说离就离。要不是我儿子有本事，年薪500多万，你能住上这种别墅？婚姻是2个人的事儿，提离婚的是你儿子，不是我。别跟他废话，妈，他就是装，心里指不定多怕被赶出去。就带这点东西走，也是。这个家哪样不是我儿子买的？房子、车、存款全是我们沈家的，你1分都别想碰。笑笑是我们沈家的孙女，必须留下。这个家里，我买的窗帘，我做的沙发套，我种的花我都可以不要，但笑笑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你们的钱，我1分不稀罕。不稀罕？你离开这里，喝西北风去。租房子不要钱，孩子上学不要钱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200万已经是极限，离婚，拿钱走人。协议我都让人拟好了，房子车子归我儿子，你自愿净身出户，赶紧签字，别耽误我儿子娶年轻能干的。协议我不会签，我只要笑笑，我会给笑笑转学。笑笑，收拾好了吗？来啦！妈妈，这个你要带走吗？婉清，这可是我们家传下来的好东西。你呀，平时做事毛手毛脚的，可得细心点儿。这东西金贵得很，可别因为你笨手笨脚把它给弄坏了，那可就太可惜了。记住了，一定要好好保管。还有呢，我以后会常来看看的。还给你，这些年我当宝一样放着，没碎没裂，现在2清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儿呀？去我们的新家。那爸爸不去吗？爸爸工作忙，以后妈妈陪你就够了。奶奶再见，爸爸再见。志行，你就这样让林婉清把孩子带走了？不然呢？我能怎么办？上手抢孩子吗？你怎么办？我们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妈，你能不能别总脸面的？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不说这个说什么？说你怎么这么没用，连个女人都拿捏不住！我告诉你，沈志行，笑笑必须得回来。她姓沈，是我们沈家的种。让一个外姓女人把我们沈家的孙女带走，以后在这圈子里我还怎么抬头？那些太太们会怎么笑话我啊？妈，笑笑跟他走几天而已，等林婉清在外面碰了壁吃了苦，自然就知道送回来了。妈，你急什么？一个靠我养了12年的女人，离了我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妈妈，我们以后就住这儿吗？
先住这儿，等妈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，再换个更大的房子。闺女，以后妈妈得出去上班了，不能天天在家陪着你。我会学着做饭，帮妈妈做事。放心，妈妈养得起你，你还是小公主。母亲离世前告诉我，婉清，听妈的话，女人要是把所有赌注都压在男人身上，就是拿命去赌。所以在沈志行年薪100万那天开始，我就开始学着理财了。放心，今年年薪破100万了，没问题。同时我也开始写网文，稿费从几百已经涨到几千。笑笑去你房间看看，喜欢吗？有事儿？笑笑转学得尽快办。还有，离婚协议你找个时间过来签字。学校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我已经联系好。至于协议，我会让我的律师先看。你还找了律师？林婉清，你知道好律师有多贵吗？你那点私房钱省着点花，别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。没别的事儿，我就挂了。等等，这周6你把孩子送过来，一起吃顿饭。可以，把地址发给我，我自己带他过去。孟律师，我之前咨询的离婚诉讼可以帮我准备了。去联系一下这个国际学校，把笑笑转进去。离婚协议也让律师重新拟一份。志贤，这所学校1年学费要35万呢。我不是舍不得钱，我是怕笑笑突然换环境会不适应。毕竟笑笑一直都是婉清姐在照顾，我怕我办不好，让你失望。那又怎么了？我沈志行的女儿，难道配不上这样的学校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只是心疼你，为笑笑考虑这么多，还要操心离婚的事儿。你别气，我马上就去办，一定办得妥妥帖帖，不让你再费心。放心，我沈志行的种没问题的。去吧，尽快办。好，我听你的。那你别太累，我办完就回来陪你。怎么就你们娘俩？志行呢？他在路上。离了婚，人也跟着掉价了，连身体掉点的衣服都舍不得穿。点菜了吗？等你大驾呢，多点几个笑笑爱吃的。婉清啊，人活一辈子得现实点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以后靠什么过？我看这200万你还是拿着，就当我们沈家给你的安置费。妈，我再说一遍，钱我不要，我只要笑笑的抚养权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笑笑姓沈，是我们沈家的骨肉，凭什么跟你走？快吃吧。跟你去挤小出租屋。你知道志行已经帮他联系好了国际学校吗？1年学费35万，你掏得出来？所以你们是打算用钱砸我？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我们也是替孩子前途打算。跟着我，他能进名校，受精英教育。跟着你，将来能有多大出息？沈志行，你知不知道笑笑腰果过敏吗？之前笑笑发烧，你在伦敦出差，手机关机联系不上，我一个人熬了3宿没合眼。那时候你在哪儿？我在工作，在挣钱。对，你永远在忙工作。笑笑第一次学会走路，第一次叫妈妈，第一次上台领奖，你都在忙你的工作。现在你跟我谈他的未来，谈你能给他多好的生活，除了钱，你还能给他什么？林婉清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男人在外打拼，不就是为了养家？你现在反过来怪他不顾家？要不是他拼命挣钱，你能住上别墅，开上好车，你能在家舒舒服服待12年。舒舒服服？妈，您觉得每天洗衣做饭，跪在地上擦地板，带孩子伺候老公，这叫享福？李婉清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？我只是说了实话。
笑笑，我们走，这顿饭吃了要消化不良。奶奶再见，爸爸再见。志行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娶回来的好媳妇。妈妈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？奶奶不是不喜欢你，只是大人的事情有点乱，跟你没关系。不管怎样，妈妈都会在你身边。妈妈，我不想去那个什么国际学校。行，我们不去受那个累。妈妈给你选的学校，老师人特别好，同学也都挺好相处，咱们就上普通学校，开心最重要。林女士，放心吧，孩子适应的很快的。谢谢老师，麻烦您多费心了。林女士，材料我看过了。你先生沈志行除工资收入，还有一部分期权和股票。按法律，这些都属于婚后共同财产，你有权分一半。孟律师，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分钱，我主要是想把女儿要过来。抚养权这块，法官看的都是硬指标，经济条件、照顾能力、陪伴时长。经济上，你老公是占优势的，但在陪伴这方面，你全职带了12年，这是你的强项。不过法官也会顾虑。你现在没有正式工作和固定工资，这点会比较吃亏。这是我近3年的收入流水。林婉清，你这些稿费和投资收益，每一笔都有凭证。我虽然没去单位上班，但一天也没闲着。写专栏，做理财。炒股，收入一直很稳定。去年税后是135万，今年破150万，问题不大。漂亮，真漂亮。有这个，你在经济上的短板就补上了。甚至可以说，你完全有能力单独给孩子创造优越条件，整理得很细，连念税证明都附上了。看来你是早就有打算啊。从我察觉他心不在家那天开始，或者说从他越来越把家当旅馆起。那关于沈志行的过错证据呢？比如出轨的确凿证据。有一些聊天记录截图，但没抓到现场。他这人很精明，做事几乎不留痕迹。聊天记录只能当辅助证据，分量不够。不过不急，我们先把抚养权和共同财产这块打牢。不过你真决定不在钱上狠敲他一笔，孟律师，你觉得呢？从法律上讲，那是你该拿的，但从感情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有时候钱换不来体面，可更多时候钱就是说话的底气。那就按程序走，属于我的1分都得到位，不该是我的我也懒得争。好，我就欣赏你这种脑子清楚的委托人。这案子我们胜算挺高。12年的付出，终会有一个交代。有事直说。林婉清，你人去哪儿了？笑笑的学校我搞定了，国际学校要面谈家长，明天你跟我过去一趟。沈志行，我昨天没讲明白吗？笑笑不会去国际学校，转学手续我已经全办好了。林婉清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？我是为了孩子前程。前程？沈志行，你真正了解过笑笑吗？你知道他更爱画画还是跳舞？知不知道他最怕打雷？你知道他最要好同桌叫什么吗？你知道他上次数学考了几分吗？你什么都不清楚，因为你永远都在忙，忙着签单，忙着局上敬酒，忙着跟周助理聊理想。林婉清，非得弄成这样，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聊？笑笑也是我女儿，我会害她。那你就听我的安排，我是他妈，没人比我更在乎他以后，而他的人生不止国际学校这条窄路。姑娘，跟家里那位拌嘴了？不算吵架，算是在准备散伙。现在啊，离婚跟点外卖似的。我跑车这些年，10个乘客里就有1个是往民政局去的。不过我看你挺平静，不像有些女士哭得一脸花。哭有啥用？
该走的路一步都绕不过去。妈妈接我放学，今天太阳是甜的。妈妈，我给你留了酸奶，草莓味的。谢谢宝贝。李女士，你手里的证据可以先发一些给我。宝贝，你慢慢画，妈妈去工作了。好的，妈妈。妈妈，我会变成小星星吗？不会的，宝贝。脱壳计划。妈妈，晚安，宝贝儿，妈妈爱你。沈总，婉清姐会不会误会了呀？我陪您去应付晚宴，要是让她不开心，我心里真的会过意不去的。误会？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他懂什么叫场合，什么叫体面。公司的事他一窍不通，带他出去只会给我丢人。您别这么说，婉清姐，她照顾家里也很辛苦的，都怪我，我下次会注意分寸，不让您为难，也不让婉清姐难过。婉清姐你好，有件事想跟您当面说说，您方便出来见一面吗？婉清姐，好久不见，我来晚了，不会生我气吧？我也是刚到，想喝什么？不用啦，姐，我常来这家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一杯冰燕麦拿铁，3分糖，谢谢。婉清姐，我知道你心里肯定讨厌我，但有些话我觉得还是跟你说清楚比较好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跟志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见不得人的关系，我们就是工作上互相懂彼此的伙伴，不像你。跟他早就无话可说了吧？你今年26？是啊，26。怎么了，婉文姐？26，真好。我26岁时在守家守孩子，你26岁在这挑拨。婉清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是志远自己说跟你没有感情了，是他主动的。我知道你委屈，可留不住的人不如早点放手，占着位置又不被爱，多可怜啊！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跟沈之行要分开，根子不在你。没有你，周可盈也会冒出王可盈、张可盈，这段婚姻早就开始漏水了。志远他在公司压力很大，回到家还要面对你这种听不懂他工作、聊不到一块的家庭主妇，换谁都会累的。我只是陪他说说话，让他开心一点，我有错吗？所以，你是来告诉我，你比我更配站在他身边。婉清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已经跟不上他的圈子和层次了。你除了会做家务、带孩子，你还能给他什么？你演够了没有？我没有演，我只是心疼他，也替你觉得可惜。我跟沈之行一定会离婚，你能不能上位跟我无关，但你给我记死，离我女儿笑笑远一点。笑笑，婉清姐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真的能养好他吗？志行能给他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生活，你能给他什么？笑笑是我的底线，你敢碰他一下试试？婉清姐，你怎么这么凶呀？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我以后要是真的和志远在一起了，我也是会把笑笑当亲生的疼，才不用你操心。这杯我请，从此以后不必再请。林婉清，你见周可盈了？找他干嘛？我提醒你，别动他，他就是个打工的，跟我们夫妻的事没关系。普通员工，沈志行，你当我是瞎的？普通员工会清楚你衬衫穿几号，普通员工会在你喝多的时候把你往家送，普通员工会跟你用情侣头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到的，3年前我就看见了，你那手机密码
永远是笑笑生日，不想猜出来东南。我跟周可盈没你想的那么过分。过不过分现在都不重要，离婚协议赶紧弄好发我，我这边律师在等。妈妈，今天老师表扬我啦，说我作文写的特别好。写的什么题目呀？我的妈妈像超人，她会做饭，会打扫，还会讲很多好听的故事。她还会写文章，打字特别快。爸爸总说妈妈在家不工作很轻松，可我知道妈妈比上班辛苦多了。爸爸每天只上8小时班，妈妈一年到头都在干活。我最喜欢妈妈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写的不好？不是，是写的太好了，妈妈是被感动哭的。妈妈，爸爸今天给我打电话啦，他说周末要带我去游乐园玩，我能不能去呀？你自己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可是我还想妈妈也一起去。婚可以离，但父女情分断不了，只要他还愿意做个好爸爸，我便不会阻拦。你也一块去？笑笑非拉着我，你要觉得不合适，我就不去了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上车吧。笑笑要吃冰激凌吗？爸爸，我要吃。妈妈，我要去卫生间。走吧，妈妈带你去。婉清姐，好巧呀，你也陪笑笑来玩吗？你也来玩？不是的啦，是沈总特意叫我来的。他说今天要专心陪孩子，有份急件要亲自签，我就送过来了。妈妈，我着急。你快去吧，东西给到了。早就给啦，沈总还夸我贴心呢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一家人玩了，我先走了。婉清姐，你要好好珍惜现在陪在沈总身边的时间哦。怎么去了这么久？碰到熟人。谁？周可盈。哦，他过来送个合同，工作上的事。嗯。李婉清，咱们真要走到这一步？提离婚的人是你，别搞错了。知道。可我这阵子总在想，要是再彼此退一步，是不是还有转机？沈之行，你知道最让我心寒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跟别人暧昧，而是这12年，你根本没把我当一个独立的人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不用开工资的保姆，一个附属品而已。你从没有真正认识我，不清楚我喜欢吃什么，不知道我有过什么想法，更不在乎我也需要被尊重、被当回事儿。所以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干脆点，把手续办完，各走各的。以后你还是笑笑的爸爸，你该负的责任别躲。我送你们上去。不用，就几步路。那律师会把最终协议版发你邮箱。行。李婉晴，柚子吗？你真的一点都不想要那套房子？不想要。那你图什么？我要的是自由，还有我和笑笑以后的人生。沈之行那边的律师将离婚协议发过来了，不是你们说好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我一条条看过了，看上去挺大方。房子归他，但他同意给300万补偿。车也归他，不过会额外给你配辆代步车。抚养权他死活不松口，但答应你每周都能见面，每月再付3万赡养费。我要的从来不是施舍，而是属于我的一切。建议你整理一下你目前的资产。行，我明天去银行一趟。
林女士，难得来一趟，最近进账不错啊。一般吧。钱经理，今天有件事儿得请你帮忙，我手里大概650万闲钱，想做长期不动的资产安排，你给我设计下。650万，林女士，这可不是小数。准备离婚了，得把钱先分清楚。懂了，那我给您列几种组合。第一种，做家族信托，受益人写女儿，资产隔离，别人碰不到。第二种，大额存单搭配稳健型理财，流动性和收益都还可以。第三种，保险加基金定投的组合，既有保障又能增长。这样吧，钱经理，先给我做个350万的信托，受益人只写笑笑，剩下300万走第二套方案，分成3笔存，期限做开表。好嘞，马上给您操作。林女士，我多嘴一句，这笔资金算婚内共同财产吗？要是算，在手续没走完前别乱挪，省得后面扯皮。放心，这是我自己攒的，和沈志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就没问题。说真的，林女士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很多全职太太一离婚，账都搞不清，特被动。你这提前准备真聪明。谈不上聪明，是被现实逼出来的。女人啊，总得留条退路，不然连怎么栽的都不知道。喂，好的，等会儿见。林婉清，沈志行那边的律师刚跟我联系过，他们态度挺强硬，明确说要争孩子的抚养权，还放羊说，要是私下谈不成，就直接走法律程序，法院见。那就去法院。孟律，我这边底牌都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应对。什么时候能立案？随时可以，材料我已经初步整理好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一旦上庭，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，到时候你们之间连最后一点体面都留不下了。我明白，从他开口提离婚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已经归零了。现在我们就是对手，没什么体面可。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这2天把所有材料理顺，补充完整，下周就去法院起诉。按照流程，开庭估计得1个月之后，这段时间你得心里有数。沈志行那边肯定会主动出招，比如他们会派人查你的经济情况、居住环境，质疑你有没有能力抚养孩子，甚至可能会找人盯你，想方设法挖你的窝点，就是为了证明你不适合带孩子。让他们查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自己心里没鬼，随便他们怎么查。倒是他们那边，你有沈志行婚内乱来的证据。有一点，都在这个信封里。虽然没有拍到实质性的亲密照片，但这些证据足够让他在法官面前难看，也足够影响法官的判断。这就够用了。打抚养权官司，法官最看重的就是双方家长的品行。只要能证明沈志行有不忠的嫌疑，对他争夺抚养权肯定是减分的，对你就非常有利。为了笑笑，我必须赢，没有退路，也不能输。林婉清，咱俩得谈谈。笑笑，你去旁边便利店买点关东雨，记得少放辣。妈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别叫我妈，都要散伙了，少跟我装亲近。行，阿姨，那您说吧。林婉清，我以前真是小瞧你了，还以为你就是个伸手要钱的黄脸婆，没想到你心里还藏着这招，竟然还有钱请律师，还敢跟志行争孩子。今天我来是给你留最后一条路，把笑笑让出来，那200万我让志行再加100万给你，300万够你这种人后半辈子花了，拿钱走人，别再缠着我们沈家。阿姨，您先看看这个，再说话不迟。这是什么？我最近3年的收入证明。去年我税后见账135万，今年预计能破150万。虽然比不上您儿子那个高薪白领，但养笑笑绰绰有余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赚钱，是吧？因为我没把自己当傻子。沈志行以为我每天就知道刷卡花钱，其实我一直在学，在让自己值钱，
只是他根本懒得去了解。林婉清，你阿姨，回去帮我带句话给沈志行，抚养权我会拼到底，法庭上见。妈妈，奶奶是不是在跟你吵架？没有，奶奶就是来看你，顺便说了2句废话。走，回家给你做饭。好呀。志行，你知道吗？林婉清现在年收入已经达到135万了。不可能，妈，你一定是被林婉清骗了。她一个做了12年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？他还放话说要跟你打官司，争笑笑的抚养权，争到底。他一定是有什么依仗的。沈总，不好了，林婉清那边的律师回复了，说要求分割婚内财产，而且已经正式上诉了。什么？林婉清到底想干嘛？他这是要将我们沈家颜面扫地呀！妈，你先回去，这些事不用你管，我自己知道怎么处理。好，我不管了，你自己处理吧。立刻去联系最强大的律师团队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场官司我们必须赢，不能输。另外，去做一些其他的准备，不只是在法庭上较量。沈总，你是说……别问那么多，按我说的去办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沈总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婉清，传票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下个月15号开庭。我提前跟你透个底，沈志行那边砸重金请了大律师，是专打豪门离婚案的。婉清，你真不考虑拿钱走人？如果少要点财产，只专注争孩子的抚养权，法官也许会更偏向你。不，该属于我的1分都不会少。我又不是活雷锋，不干那种自己吃亏装大度的事。这12年我流的血流的汗值多少钱，我心里有数。行，有骨气，就冲你这态度，我也一定尽全力帮你。那咱们也不能闲着，得提前准备。还有沈志行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不管是婚内不忠还是其他违规操作，有多少算多少，都收集好。我尽快整理好，联系你。沈总，我们现在面临3个核心问题。第一，她不是无收入的全职主妇，这135万的年流水完全打破了我们无抚养能力的论点。第二，她这12年的育儿记录太详细了，凌晨急诊，17次家长会，课外班接送，法官也是女人，也是母亲，这些细节很有说服力。第三，财产分割，她坚持对半分，而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我们很难反驳。那套房子首付是我婚前攒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但购房合同是婚后签的，房产证上是你们2人的名字，你婚后的收入，法律上这算夫妻共同财产，他有权要求分割。从材料看，他是从3年前开始系统整理这些证据的，但很多记录确实是实时留下的，比如这些急诊病历上面都有明确的日期和医生签名。沈总，这不是临时伪造的，这是他12年的生活痕迹，是实打实的证据。志行，难道真的要分1半的财产给林婉清吗？你让我准备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要发出去吗？当然要发出去，最好是让林婉清知难而退，主动放弃抚养权和财产。还是志行你厉害，这样林婉清肯定扛不住。拍到了，照片已经发给你了，你查收一下。婉清，沈志行开始利用舆论给你施压了，你看一下帖子。离，必须离！这种吸血鬼老婆，赶紧踹了！女的在家吃喝不愁，突然觉醒要分财产，这不就是伸手党，支持楼主捍卫财产？那女的带孩子不算付出吗？洗地的滚！这是你家那位发的，你们咋了？婉清，
我刚在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，感觉像在说你，你还好吧？网上那破帖子是不是姓沈那边搞出来的？别看了，都是脏水，故意污蔑你的。你看多了只会恶心自己，别往心里去。姐，我知道，我没看多少，你别担心。笑笑，老师只是想知道，如果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了，你更想和谁一起生活？没关系，不想说的话你可以画出来，把你想住的地方画给老师看。那笑笑想住哪里呢？告诉老师好不好？这里虽然小，但是有妈妈的味道。爸爸的房子太大了，说话都有回声，冷冷的。婉清，法官刚才联系我了，他看了全部材料，包括心理老师的报告。抚养权方面，你的赢面很大，笑笑的意愿很关键。财产分割上，对方可能会在个别投资项上纠缠，但跑不掉对半分割的原则，你放心。他那边还有什么招吗？不会就这么认了吧？张律师刚才暗示我，沈志行可能会同意调解。调解条件是，抚养权归你，但财产他多拿10%。婉清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而且调解能尽快结束这场官司，你也能早点安心带笑笑生活。不调，孟律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打这场官司吗？为了告诉所有像我一样的女人，你的付出有价值，你的劳动该被看见，你的尊严不是别人施舍来的。如果我今天为了快点结束，放弃那10%，就等于承认他说的对，我确实只值90%，可我不是商品，我不接受打折。好，有骨气。那我明天就这么回复法官，拒绝调解，继续走庭审程序。不过婉清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如果他真的同意走庭审，接下来可能会很难看。我知道，但我已经等了3年。不差这几天。对于网上的舆论，我也准备做出反击了。婉清，不好意思来晚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没事，主编，我也刚到没多久。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是稿子有什么问题？主编，我想写一篇文章，想跟你说一下，也想拜托你帮个忙。你说什么事儿？只要我能帮上忙，一定尽力。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我前夫沈志行婚内不忠的事实。还有就是全职妈妈对家庭的贡献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我想通过这篇文章让更多人看到全职妈妈的付出，也想揭露她的真面目，所以想拜托你，到时候文章发出来帮忙加热推一下。婉清，你放心，作为女性，我特别支持你。全职妈妈的付出本就不该被忽视，她这种行为也该被曝光。你安心写，稿子写好发给我，推流的事交给我，一定让这篇文章火起来。谢谢主编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懂什么叫舆论，懂什么叫公关。现在我来告诉你，你看了吗？林婉晴写的那篇文章，致 X 科技 CEO 沈先生，你欠的不只是婚姻忠诚，太敢写了。看了，沈志行 X 科技的 CEO， 平时看着人模狗样，居然婚内不忠。你们说的是那个年薪几百万的沈总，他真的出轨了。文章里还说什么了？还有全职宝妈的付出啊。他居然觉得全职太太在家什么都没做，太过分了。可不是嘛，全职妈妈带孩子操持家务，一点不比上班轻松，凭什么被否定？姐妹们，一定要去看林婉清写的那篇文章，写出了我们全职宝妈的心声啊！她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在家带孩子不是吃白饭，是在为家庭付出。可不是嘛，我家那位也总说我在家闲着，说我花他的钱，从来不想想我一天到晚有多累，所以这篇文章才要火。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全职宝妈的付出一点都不比男人少，我们的价值不该被忽视。对，沈志行那种人就是看不起全职妈妈，觉得我们没收入，以后就低人一等，活该被曝光。我的天，你们看到那篇文章了吗？关于我们沈总的。看到了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沈总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平时在公司，沈总看着特别儒雅，对员工也还算客气，没想到私下里这么不堪。可不是吗？文章里还有证据，说的有表有证，应该是真的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被领导听到了。咱们也就私下讨论讨论。干什么呢？都不工作了吗？志行，不好了，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在讨论林婉清写的那篇文章，大家都在议论你的事，还有你否定全职妈妈付出的话，传得沸沸扬扬。给我去说，让公司所有人都不准讨论这件事儿。
谁再敢议论，直接开除！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儿？别吞吞吐吐的。因为这件事，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了，跌得还挺厉害，而且公司的董事们都已经找过来了，现在就在会议室等着，要找你问话。各位董事，大家冷静一下。林婉晴写的那篇文章根本不是事实，这就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攻击，故意编造谣言，想搞垮我们公司，破坏我的声誉。恶意攻击？沈总，你先解释一下，这笔88万的消费为什么走的是公司市场活动备用金？还有，现在公司上下员工都在传，你跟你的秘书说，我太太只会带孩子，什么都不会。沈总，作为公司 CEO， 你家庭不稳定，挪用公司公款，还公然否定全职妈妈的付出，这就是你说的恶意攻击。经过各位董事商议，现作出如下决议：沈志行暂时停职接受调查。另外，自今日起，公司股价每下跌5%，沈志行个人质押的公司股份堆加相应保证金，弥补公司损失。妈妈，笑笑，姨妈来了，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回来啦，姐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？还用说？担心你扛不住，我过来看看。顺便给笑笑做顿正经饭，天天吃你那减脂餐，孩子能长肉吗？我来吧，你坐着歇会儿。甭跟我客气，我来你家还能当贵客？说，你那边情况咋样？所有证据都提交了，法官也都看了。抚养权那边，笑笑的意愿很关键，赢面不小。财产方面，法官倾向于对半分。就该这么要！这是12年，你替他生孩子、带孩子，没想过一天清闲。他把心思花在外面赚钱，搞歪门邪道，凭啥到头来1分钱不拿？那些说我不要钱只要孩子的，听着是有骨气，其实是被现实打得没脊梁，傻得可怜。你要啥都不要，将来人家一句你当年什么都没出，你拿啥反驳？孩子的保障又咋来？姐，你不是一直说做人别太贪心，要自己能赚的钱，别总指望别人给吗？那是平时说的，这回不一样。我可不乐意我妹妹吃这个亏，受这个委屈。再说了，你现在能挣钱，那是你的本事，可钱归钱，账归账，法律怎么规定的就该怎么来。反正我们不当冤大头，不白受气。妈，什么叫冤大头啊？就是有人吃亏了，还觉得自己挺高尚，傻得很。你以后长大了，记住一点，好人可以当，傻子别当，尤其是在婚姻这事儿上，不能太老实，不能让人欺负。姐，孩子还小呢，你跟他讲这些早不早？不早，从小就得有数，就得教他保护自己，别像你一样老实。谁说女孩子就得傻乎乎的，就得被人拿捏？你看看你以前多老实，多听话，还不是被那个姓沈的当成理所当然，说欺负就欺负。要不是你自己争气，提前把路铺好了，收集了证据，这回你指不定要被人掐死多少次，吃多少亏。对外发布声明，就说周可玲是单方面打扰我，我自始至终都明确拒绝了她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她身上，务必保住我的声誉，稳住公司股价。好的，沈总，我们立刻草拟声明，马上发布。你先离职避风头，等风波过了，我会给你补偿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。不是说会给我资金吗？那个周可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还想攀我们家志行，这种女人心机深沉又拜金，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，也敢痴心妄想。
可妮妈看到新闻了，气得进医院了。见一面，有东西给你。谢谢，谢谢你来。你说有东西给我，这里面有他不忠的实质性证据。为什么给我？因为我傻。我以为他真会娶我，我以为他对我是真心的。林姐，你说的对，没有我也会有王可凌、李可凌，他谁都不爱，只爱他自己，只爱他的钱和名声。我想公开道歉。什么？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说对不起，向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说对不起。我爸妈是小县城的老师，一辈子好面子，最看重名声。现在老家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儿了，我妈气得住进了医院。我可以烂，可以被人骂，但我爸妈不能因为我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一辈子。直播你想开就开，那是你的选择，也是你弥补过错的唯一方式。最后，谢谢你的咖啡，但我还是自己付。林姐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笑笑，也对不起我自己。周可言，你今年26岁，我26岁的时候也犯过错，也天真过，也以为爱情是全世界，以为真心能换真心。但人生很长，不是只有这几年。26岁栽的跟头，不是终点，是重新开始的起点。妈妈，妈妈在。我是周可盈，今天开这个直播是想对林婉清女士说对不起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对所有被我伤害过的人说对不起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伤害了别人，也毁了自己。婉清，看新闻了吗？周可盈的直播全网都在传，还有他给的证据非常充分。沈志行现在已经被停职了。还有，法官刚才联系我，询问你是否愿意接受调解。沈志行方开出了新的调解条件，抚养权归你，财产他只要40%，剩下的60%都给你。孟律师，麻烦你帮我回复法官：第一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；第二，财产分割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则计算，该多少是多少，我不多要，也绝对不少要。第三，麻烦你告诉沈志行方的律师，我们法庭上见。这从来不是一场复仇，而是一次对公正的追寻，对我，对笑笑，对所有在婚姻中失去自我的女性，我们值得一个堂堂正正的结局。婉清，恭喜你，笑笑的抚养权彻底拿到手了。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，财产分割也按照法律规定来，夫妻共同财产1人1半，没有任何争议，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往后你和笑笑终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。孟律师，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的帮助。婉清，能不能跟我聊一下？就几分钟。林婉清，我和周可盈，我们其实真没走到最后那一步。沈志行，都到这会儿了，你还装？林婉清，咱们能不能……不能。沈志行，碎掉的镜子贴不回去。从你提出离婚起，我们就结束了。其实更早，我们就已经完了。我承认我混账，但人都会犯错，你就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给你机会，那谁来给我机会？沈志行，我真的累了，再也不想折腾。这就是那张很重要的纸吗？是。那以后我就跟妈妈一起住啦。是。法官阿姨说的。是。那我们以后就可以每天一起吃早饭，一起睡觉啦。你以前也是每天跟我一起吃早饭，一起睡觉呢。那也不一样，以前爸爸也在，奶奶也在，现在只有我们2个，我们2个是最亲的。妈妈，我们拉钩。
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两个都在一起，不分开。拉钩。那爸爸呢？他以后就不跟我们住了吗？爸爸会住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你想见他的时候可以跟我说，只要不影响你上学和休息，我们可以去看他，或者让他来接你。那我每周见他一次就好了，太多了，我怕他又开始乱忙，没时间陪我。你说的。以后如果他爽约没有按时陪你，你也要学会生气，不要什么都说没关系，不要委屈自己。那你呢？如果你哪天说好来学校接我，结果又不来，我也要生你的气吗？要，谁失约你就对谁生气，包括我。好。你看他们母子俩真是眼瞎，把林婉清那么好的儿媳赶走了，可不是吗？听说沈之行被公司降职了，现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，风光不再喽。以前多风光啊，现在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自找的。